说到古代西方的战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就是赫赫有名的亚历山大大帝。这位从20岁继位的马其顿王国之主，用了13年就击败希腊宿敌波斯帝国的帝王，在其军事生涯中多次以少胜多。在这个过程中，亚历山大屡屡以锤针战术击败敌人。那什么是锤针战术呢？顾名思义，这个战术的意思就是用步兵吸引住敌人的主力，然后用侧翼迂回的骑兵从后方进攻敌人主力。步兵就是砧板，而骑兵就是锤。这个战术中，步兵就是著名的马其顿方阵。这些希腊重兵手持长达数米的长矛，以密集队形排列，从前排到后排，长矛也从持握变成竖起。从敌人的视觉来看，方阵的前方就形成了无数矛尖构成的屏障。在亚历山大的时代，直到近200年后，这一步兵方阵横行西方，而战术中的锤却少有人知，被掩盖在了马其顿方阵的威名之下。不过他们才是亚历山大战术的制胜部队。在同时代，以骑兵出名的东方波斯人也是他们的手下败将。这群骑兵的名字就是火友骑兵。火友骑兵其实就是伙伴、朋友的意思。火友骑兵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其成员的身份都不一般，大多都是马其顿王国的贵族的子弟。一般来说，说到贵族子弟，大家脑海里浮现的都是纨绔子弟的样子。但是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地处希腊北部与北方色雷斯蛮族相邻的马其顿王国，经常会遭遇袭击，因此国王经常亲率部队迎击。在这些部队里，马其顿的贵族们往往会充当骑兵或者步兵长官，因此马其顿贵族们武德还是比较充沛的。火友骑兵的成员就是从这些贵族家庭来的子弟兵们，而亚历山大身边的火友骑兵大多从小和他一起长大。这样从小培养起来的感情，使得火友骑兵对亚历山大抱有绝对牢固、绝对服从的忠心。因此，即使亚历山大在后面的战争中常常进行九死一生的冲锋时，他们也紧随其后。同时，由于这些人的身份原因，王国和他们各自的家庭也为他们配备了当时最好的武器装备。因此，这些骑兵的长矛、刀剑、盔甲都远远强于步兵同僚们。他们全身披肌肉外貌的希腊传统重甲，手持3米多的长矛，除了战马没有披甲，他们可谓是全身化为铜墙铁壁。这也为他们后来的战绩提供了充足的物理基础。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在那个时代，骑兵是没有马镫和马鞍的，因为需要全程骑在仅仅只有兽皮覆盖的马背上，这就要求极其高超的马术了。否则，别说是激烈战斗，就连马匹稍微动一下，都有可能直接掉下来。火友骑兵在历史上第一次闻名是在亚历山大东征波斯帝国的第一战。当时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军横渡赫勒斯旁，从欧洲抵达现在的土耳其境内。当地的数名波斯帝国总督面对敌人，立刻召集大军，还雇佣了2万人的希腊重步兵。他们堵在亚历山大的必经之路上，还企图扎营在格拉尼卡斯河对岸，凭借河水拦截马其顿人。当亚历山大抵达战场后，发现波斯的大批骑兵已经先占据了对岸。为了抢在对方步兵赶到前渡河，他立刻就率领骑兵渡河攻击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军队在渡河的时候是非常虚弱的。可是亚历山大就率领着火友骑兵和轻骑兵冲了上去，强渡格拉尼卡斯河。波斯骑兵立刻趁机攻击，他们又是射箭又是冲上来攻击，结果他们的弓箭根本射不穿火友骑兵的盔甲。而等到了近身战，波斯骑兵又打不过火友骑兵。要知道，波斯的弓箭和骑兵自古就闻名，可是面对火友骑兵，他们的骄傲都成了玩笑。就这样，亚历山大亲自率领火友骑兵，顶着波斯骑兵的攻击强行渡河。之后，马其顿的步兵们也跟着骑兵的路线渡河。火友骑兵还没罢休，在完成渡河后，他们又再次攻击波斯的步兵，连波斯步兵也跟着崩溃了。最后，亚历山大就这样以骑兵突袭的方式赢得了胜利。渡河强袭对岸敌人，打垮对方骑兵后又击垮对方步兵，这还是在没有马镫的时代。由此可见，火友骑兵的战斗力之高。从这一战开始，火友骑兵便开始了他的传奇。而到了亚历山大封神的高加米拉战役，马其顿军的全部行动都是围绕着亚历山大亲自率领的火友骑兵展开的。马其顿的左翼一边防守一边收缩，吸引了波斯右翼大批骑兵的猛攻。正面的马其顿方阵则牢牢地盯住了绝大多数的波斯步兵，而亚历山大所在的马其顿右翼则是拼命延展着阵线，吸引对面的波斯人。为了防止被迂回，波斯左翼大军也跟着延展阵线，这就正中亚历山大下怀。
于是他亲率的王家中队为首的火友骑兵朝着对方左翼和中军的缺口冲去，一鼓作气越过了波斯人的阵线，直接突破到了波斯大军背后。这时火友骑兵面临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极短时间内镇斩大流士三世了。此时马其顿全军主力在没有主帅亚历山大的情况下，正在和波斯大军鏖战，时间容不得一丝拖延。于是火友骑兵朝着大流士三世一路突破过去。大流士三世发现了敌人的骑兵在靠近，于是慌忙让部队去迎击。结果波斯步兵上去栏被火友骑兵突破了，波斯重骑兵上去栏更惨，不仅被对方突破，主将也被斩了。大流士三世都能看见带着火友骑兵的亚历山大了，于是这次又被吓得魂飞魄散，再一次选择了逃跑。主帅一跑，波斯大军于是崩溃，亚历山大于是就这样取得了高加米拉的史诗胜利。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在亚历山大死后，尽管希腊世界也有君王试图保留火友骑兵这样的部队，但是除了盘踞东方的塞琉古帝国还能有少数火友骑兵以外，火友骑兵还是在希腊文明的部队中逐渐消失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罗马人和马其顿人交战的时候，100年以后马其顿军就完全没有类似于火友骑兵的部队存在，导致整场战斗都是步兵之间的决战。因此如果把马其顿方阵败给罗马军团，视为亚历山大本人的部队不如罗马军团的话，那当然是彻头彻尾的瞎说。有意思的是，罗马军团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也并不重视精锐重装骑兵，而像火友骑兵这样的特殊部队，当然他们就更不感兴趣了。因此直到后面面临萨珊波斯帝国的战争时，以罗马为代表的欧洲才重新发展起了自己的重骑兵。不过这时距离火友骑兵的辉煌历史已经有500多年了。另外，即使是关于亚历山大的现代影视作品中，大多也只描绘了马其顿方阵，而并没有提到火友骑兵。到了日本某月的动画里，亚历山大的部队战法变成了步兵无脑全军冲锋，这下别说火友骑兵了，连马其顿方阵的战术都没了。